美国开启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步，搭载猎户座飞船的太空发射系统重型火箭，原定于当地时间周一点火升空，执行阿尔特弥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不过，由于燃料泄漏等故障问题，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不得不推迟了发射。事实上，美国给该计划赋予了重要内涵，20多个国家也已经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发射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对媒体大谈太空竞赛，并扯上中国，声称不希望中国先到达月球，独占月球资源。周一一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丈夫就抵达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并计划在现场发表祝贺演讲。众多美国明星到场助阵，美国主流媒体都在实时转播这次发射，还有许多民众开车前往附近观看。但在预定发射时间前2小时左右 ，NASA 在官网上同步更新了工程师们正在对火箭的一台发动机进行排除故障的消息。到了火箭预定发射时间前40分钟 ，NASA 暂停了倒计时。根据美媒报道，周一的发射窗口期为早上8时33分至10时33分。在此之前，工程师发现诸多问题，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但燃料泄漏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This is Artemis Launch Control.With an update, Launch Director Charlie Blackwell-Thompson has called a scrub for today. 在发射取消后，哈里斯对记者表示 ：“Innovation requires this kind of moment, where you test out something that's never been done, and then you regroup and you figure out what the next step will be to get to the ultimate goal, which for us is going to the moon and showing how humans can live and work on the moon.” 高达98米的太空发射系统被认为是 NASA 建造的最强大的火箭。此前，这个重型火箭的首发任务就曾因加压故障、新冠疫情等多种原因被多次推迟。而就在此次预定发射时间的48小时倒计时内，发射地点还持续遭遇雷雨天气，太空发射系统所在的发射台避雷装置3次遭雷击。美联社进一步透露，今春测试期间，火箭就曾出现泄漏故障，并且和本次泄漏的地方是同一个。NASA 当时曾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维修工作，但在6月进行的测试中，仍然出现了燃料泄漏的情况。这次发射使用的火箭呢，它配备的 RS-25发动机呢，是航天飞机时代的陈旧产物，虽然经过了改进升级，但毕竟属于一款老产品。在发射的过程中，实际上发动机无法冷却的问题呢，就表明了可能在发动机的管路方面出现了一些故障，导致其中一台3号发动机无法在点火之前达到规定的温度。目前美国方面表示呢，火箭仍然处于安全和稳定的状态，但是如何在加注了低温燃料的重载火箭发射台上去排除这样一个故障，现在看起来呢，也并不是一项十分轻松的任务。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此次发射任务取消之后，下一发射窗口将在美国东部时间9月2日或9月5日。但在此之前，上述故障能否解决尚不得而知。深圳卫视注意到，在 NASA 的 YouTube 官网频道上已预定了北京时间9月3日的实时转播时间。如果发射成功，任务将持续39天，猎户座成员舱将于10月11日落入大海。阿尔特弥斯1号是美国重返月球计划的第一步。按计划，在阿波罗计划将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半个世纪后，它将把一个载有3个人体模型的太空舱送入月球轨道。这些模型装有传感器，可收集包括辐射水平在内的多种数据，为今后载人飞行提供参考。此次任务的主要目标还包括测试猎户座飞船隔热罩的耐用性。此外 ，NASA 预计将测试深空环境中的关键系统，特别是机组人员生命支持系统和导航系统。若首次任务成功，美国航天局预计最早于2024年展开阿尔特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最后将进行阿尔特弥斯3号登月任务，而该任务将首次把女性和有色人种送上月球。目前，一股探月热潮正在形成，世界多国都在推进登月行动，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卢森堡、阿联酋和英国已加入以美国为首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也宣布将在明年发射月船3号探测器，同时加速培训本国航天员，实现独立将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负责人明确表示，正在关注载人登月任务。俄罗斯也始终没有放弃载人登月的梦想。2021年，俄罗斯宣布自己的载人登月项目由多枚安加拉 A5 大型火箭联合执行。他们计划通过多次发射，分别将载人飞船、月球着陆系统及空间拖船送入近地轨道，进行在轨对接后再实施登月。在希腊神话中，作为月亮女神的阿尔特弥斯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妹。可以想见 ，NASA 为这个名为阿尔特弥斯1号的发射计划赋予许多意义。更不用说，在当前各国争相登月的背景下，美国势必要维持其在任何领域的霸权地位。因此，半个世纪后决定再探月球，这被认为是美国重返载人登月计划的开始，也是美国在太空领域领导地位的展示。在全人类共同关注太空技术开发的这个时代呢，应该说太空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而且具有无限前景的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现在，在仍然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进入太空的这样时代，美国就已经把冷战的思维贯穿到太空的技术开发中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发射前 ，NASA 局长比尔纳尔逊还对媒体大谈太空竞赛，并扯上中国，声称不希望中国先到达月球，独占月球资源。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外空不是各国角力的竞技场，而是合作共赢的重要领域。探索与和平利用外空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应为全人类谋福利。在1957年，美国国内倒是有人宣称美国应该抢先登月，并且宣布月球为美国的领土，这是当年的一个论调。今天我仍然怀疑，美国政府官员在抛出这样论调的时候，他们自己是不是相信这种说法？我个人仍然认为，这种舆论仍然是美国的一些抹黑的行动，其背后的目的就在于让中国的太空行动呢变得黑暗化或者阴影化，以便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加入到美国所谓的国际合作项目中去，特别是阿尔特弥斯这样需要巨大的科技和经济资源的工程。中国探月发展一直受到国际关注。2019年1月3日，中国嫦娥4号探测器实现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在月球采样并成功返回的消息，让中国的航天工程举世关注。目前，中国探月4期工程现已正式启动，10年内将登月3次，分3次任务实施，分别是嫦娥6号、嫦娥7号和嫦娥8号，计划在2030年之前完成。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日前透露，探月工程4期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几次着陆，着陆过后计划在月球南极建一个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这是我们整个4期的主要目标。而届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也将在2030年左右具备将中国人送上月球的能力。与此同时，今年3月，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项目协议。中俄两国首先会展开探月活动，并在月球表面及月球轨道上建造月球空间站，最终使该科研站能全面投入运转。预计到2035年，国际月球科研站能源、通讯、导航、远程运输、天地往返等系统将完成建设。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评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航天器阿尔特弥斯1号因为漏油掉链子，最后一刻推迟发射。那您对此怎么看？中美登月竞争会成为所谓新冷战的前奏吗？主持人好，号称人类史上最大的火箭阿尔特弥斯1号因为出现技术故障而推迟发射，全世界呢都在关注。这推迟发射呢是可以理解，实际上呀，人们更加关心的是美国的登月计划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二战以后呢，进入冷战时期，苏美争霸的标志性事件呢，就是卫星上天，谁先登上月球。苏联呢率先把宇航员送入太空以后，美国急起直追，用阿波罗计划呢，最终将宇航员送上月球，在登月计划中呢获胜。那么这场竞赛呢，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告终。现在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呢，是比阿波罗计划更高一级，一呢是要缩短地球到月球的往返时间。二呢是要在月球上殖民，建立一定的这个永久居民点，并且呢以月球为中转站，试图向火星进发。由于中美啊现在是竞争激烈的两个大国，中国呢也有登月计划，呢在2030年具备载人登月能力，所以这外界呢往往把中美的登月计划与新冷战相关联，
有的欧洲人呢直接说成是新太空竞赛。具有冷战思维的美国呢，有把登月作为中美竞争的想法，但是合作共赢的中国呢，却没有和美国竞争的冲动，历来主张和平利用太空。登月工程呢是需要花很多钱的，美国呢是想借此获得更多的航天资金，而中国呢始终秉持着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量力而行。所以我认为呢，这不能看作是新冷战的先奏，因为呢，中国本来呢就反对新冷战，还是愿意呢和地球各国合作共赢。